特别是针对离岛的部分哦，它有可能从离岛的部分来进行威胁哦。那大家就很好奇，如果中共对于离岛不管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东沙，或者有可能从您提到的澎湖等等，这部分您的分析是为什么它有可能会从离岛的部分开始来着手呢？您刚才讲的这个，共军要以什么损失小、效率高、快打速决的这个方法，其实这个我有不同的意见啊。中共现在没有速战速决对付登陆台湾的条件和本事，没有。但是你后面讲的这话，比如说灰色地带的威胁，它早就有了，它消耗台湾的兵力，是吧？然后呢，这个封锁，我刚才讲的封锁，外岛，对外岛动手，这都是，包括你讲的这个斩首啊，这都是中共其实是一种军事威胁的手段。这个在目前情况下，这个中共采取的这些东西叫超限战，或者叫不对称作战。因为中共是什么个政权呢？它是一个独裁政权，它没有法治去约束它。对于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政权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权，所以你刚才提出这些什么斩首独立外岛就是还有很多的你只有你想不到，只有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台湾方面。不能掉以轻心啊！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对待。你比如说，好像是今年4月份吧，有一个人划着橡皮艇过来，也许就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设定。在军事上，擦枪走火导致不了战争。如果真正的擦枪走火，导致不了战争。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尤其是现代战争情况下，兵不厌诈。这个希望台湾方面在这要知道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什么都有可能。这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另外，趁这个机会，我讲一下关于台独的问题。我在华盛顿和纽约跟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台独的问题。我认为台湾政府非常睿智，非常聪明，从来不说自己台独，不公开承认台独。其实台湾是一个国家，这个大家也不要否认，没必要去说自己台独。为什么呢？你们如果说台独，我们宣布独立，正中习近平下怀。因为大陆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都在盯着这个。你要台湾独立，他们会说你把祖国分开，他们就是民族主义都来了。习近平就想既用这个东西挑起民愤，然后来对台独。所以台湾在这方面不要声张。你70多年了吗？不挺好吗？你现在维持的台湾的这么一个小岛国，繁荣。和平民主，过自己的日子行了，他打不了你，你就怕惹怒中共的这些脑残老百姓。这个台湾这承认，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如果中共对台动手，美国承认你，那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我台湾承认。美国要跟我关系正常化，对吧？当然，同时我们在讨论时候，同时也不跟中共断交。对吧？就像当初美国跟中共建交的时候呢，我一听他们说，其实在联合国根本就没有把台湾开除出去，就是老蒋他自己要退出去的。他说这个跟共匪势不两立，他不会在一块儿，对吧？现在的情况变化在这里，如果中共打台湾，美国承认他，台湾也不要吱声。关系正常化与正常化，美国一旦承认你，就不说所有吧，很多国家会接着承认台湾，然后在联合国就是表决，大家把台湾拉进来，其实就独立，没必要自己说独立。
所以这个要聪明的对待，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对待啊。这个东西是实际上是威胁中共，是给中共难看的。所以中共在这方面，他要是造成了台湾的这个进入联合国各个国家承认以后，他就很被动，这是一个策略。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认为台湾不需要喊自己独立，不用喊，任何情况下你们都不用喊自己。实际上，你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名义上的东西，让美国人来办，让全世界10大国家来办，大家承认你，把你拉进联合国，是人家把你拉进去的，对不对？因为中国大陆历史老长非常多，习近平就想挑起这个名分，我们台湾朋友们不要上这个当。啊，至于那个台湾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独派，这个统派成不了大气候，是吧？台湾有70%、80%的人不认可一国两制，他当不了总统，但是他当不了总统，他为什么要跟中共要亲共要勾兑呢？中共就利用他把台湾搞乱，中共也知道他当不了总统，搞乱。搞得越乱越好，记住其他的东西搞得越乱越好。第二个，你这个人跟中共勾兑，你也知道你当不了总统，就目前情况下你当不了总统，但你也就是想到中共那边弄点钱花好。我们讲一句比较到位的话，土的话，那你干嘛跟亲共呢？对不对？你在台湾亲共。你前面我就不点名了，那个韩国瑜这个选举，就是老共帮忙，他才选不了，啊，这个就具体的台湾朋友们非常清楚，这个独立不要自己喊出来独立，是吧？我不需要天天喊独立，实际上我是独立国家，实际上美国、世界各个国家承认我以后，自然把我拉到联合国去了。在华盛顿和纽约就讨论这个问题。我感觉到还比较靠谱，符合当前的这个形势。